一到某个季节，多肉养护的肉友就会把多肉区分为夏型种、冬型种和中间型来对待，因为掌握了种型的话，对于养护多肉植物非常重要。如果早知道这些信息，那么养护多肉就少走了很多弯路。浇水、阳光、温度都能轻松掌握。知道了这个，不用每个多肉都问花农怎么养护。说到这里，你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了呢？知道大家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将这类信息总结好了。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今天我们就把多肉种型的内容分享给大家。视频的末尾我们会把常见多肉的种型整理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另外，关于多肉植物配土结构也有图解，一定要看到最后哦。种型的定义：夏型种是夏季不会进行休眠的多肉，而且其生长旺季在夏季，也可以说是度夏无难度的一种多肉。冬型种是生长旺季在冬季，其他季节生长缓慢，度夏有些难度，甚至会停止生长的一种多肉。中间型又叫春秋型种，是生长旺季是春季与秋季，而夏季与冬季则会出现生长缓慢或是停止生长的一种多肉。种型的养护要点：夏型种养护。光照：夏型种多肉植物在夏日处于生长期，应给予充足的阳光，否则植株容易徒长，特别是仙人掌科和大戟科类多肉植物的肉质茎部会因为光线不足而变得细长且难以恢复，因此光线充足的环境最有利于此类植物的生长。但高于35度的盛夏午后，强烈的直射阳光会对某些娇嫩品种造成伤害，要适当避光。温度同冬型种一样，夏型种多肉也要注意极端高温天气对植物的不利影响，通风是必备条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式降低植物生长环境的温度。浇水：生长期的夏型种多肉植物需要相对稍多的水分，否则会停止生长。只是浇水要选在清晨和傍晚以后，避免中午高温时进行。浇到叶片上的水珠也要及时吹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夏型种的多肉植物，也需要等土完全干透后再进行浇水，否则仍有烂根危险。可以将牙签插进土中，拿出来后若有湿气，就不要急浇水了。常见夏型种我也总结好了，请观看到视频片尾有详细列表。冬型种中间型养护。光照：冬型种多肉植物夏季基本停止生长，要避免阳光直射，但也不能放在没有光线的地方，否则可能造成徒长，影响品相。建议放在西南方位的窗台或无阳光直射的照亮处，注意通风。温度：多肉植物的原产地虽然在炎热地带，但若是温度持续高于35度，也要注意通风降温。如果是家庭种植，则应当放在室内，并保持空气流通。在家时可以将窗户打开，无人时也最好将窗户留出缝隙。此外，在花盆土层的表面铺上一层火山石，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浇水：多肉植物最忌积水，特别是到了夏天，种植者会觉得土壤中的水分很快就干，于是经常浇水，导致根部长期潮湿而腐烂，难以回天。其实夏季空气湿度大，虽然看似土壤表面已经干燥，但底部仍未干透，南方地区更是如此。对于冬型种多肉植物来说，夏季应该严格控制浇水，持续35度以上可以考虑断水。即使浇水，也仅使用压力喷壶打湿土表，避免将水珠洒在叶片上。若有明显的水珠在叶片残留，应当将其吹散，以免水珠聚集强烈光线灼伤叶片。多肉植物常见问题解答：一、多肉植物的生长期与休眠期是什么时候？答：春秋季节是多肉植物的生长期，夏冬季节为休眠期，但是又因地域及气候条件，某些地区夏季与冬季也可以生长。比如夏季开空调，冬季北方地区有暖气，都可以使多肉植物继续生长。二、全日照指的到底是什么？
答：全日照指的是日照时间，表示某些多肉植物可以全天接受日照，并不是指的完全放在阳光下沐浴，夏季还是需要采取一些防晒措施的，比如防晒网。3. 多肉植物适宜生长的温度是多少呢？夏季与冬季多少度会休眠？答：对于多肉植物来说，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0摄氏度至30摄氏度。当然，温度不可能是一个恒定值。夏季超过35摄氏度时，部分多肉植物会休眠；当温度达到40摄氏度时，几乎所有的多肉植物会休眠，即使下种型也会进入休眠状态，不再吸收水分。冬季在低于5摄氏度时，部分多肉植物会进入休眠状态。0摄氏度是冰点，水分会慢慢结冰，多肉植物叶片和枝干内部大部分都是水分，所以当低于0摄氏度时，多肉植物内部的水分也会慢慢结冰，植物主体肯定都不会再生长了，这时候就一定要断水。4. 多肉植物所适合的栽培介质是怎样的？答：从目前自己使用的介质来看，松软的泥炭土颗粒是最为合适的。我常用的亮土成分也是泥炭土、稻壳、珍珠岩、蛭石等，为了省事，所以每次直接用亮土栽培，并且几乎家里所有的多肉植物全部采用统一质料。5. 夏季断水是否就是完全不浇水？这个时间大概要持续多长？答：常说的夏季断水其实也只是针对部分多肉植物而言，植物还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在夏季高温时，浇水间隔延长至1月1次，少量最佳，多少让土壤中保持一丁点的水分。野外生存的多肉植物，夏季也是依靠地上土壤中的水分度夏，所以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不用雨水也能存活。但是现在把多肉植物移种到家里，红桃一类的花器很容易就会完全干透，在夏季有时候我还继续保持1周甚至5天浇水一次，持续时间主要看天气与温度状况，发现秋季来临，温度开始慢慢降低，就可以加大浇水量了。6. 肉肉的浇水和日照需求都不一样，那可以混在一起栽吗？组合混栽的怎么养护？答：可以混栽，而且组合起来的效果更美，不同颜色的肉肉搭配在一起看起来更漂亮。养护方面正常的日照、浇水即可，我觉得混栽的肉肉长得更好更快，也许是共同生长在一起，有竞争的感觉吧。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混栽组合多肉植物尽量选择同一棵属栽种，因为习性大致相同，所以管理起来也比较方便。例如石莲花一类混植，景天属一类混植，也可以将景天属与石莲花属一起混植，因为都同属于景天科。不过番杏科和景天科混植在一起就不太好了，因为番杏对水比较敏感，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还得挖出来重新搭配。7. 什么是缀化？答：缀化是指花卉中常见的畸形变异现象。缀化变异是指某些品种的多肉植物受到不明原因的外界刺激，其顶端的生长锥异常分生加倍，而形成许多小的生长点，而这些生长点横向发展连成一条线，最终长成扁平的扇形或机关形带状体。缀化变异植株因形态奇异，观赏价值更高，又因其稀少，较原种更为珍贵。常见种型多肉植物列表。最后分享一张传说中的合理的配土结构。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到评论区指正交流。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点赞关注并转发给更多朋友吧。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